想要财富自由，请举手。都想。好，那我问一个问题，很笨，但是也有人会回答。不想要财富自由，请举手。都没有，是不是？大家好，我叫做肖志文。那今天呢，我很荣幸可以担任这个为我们 JJ 专利师做一个主持。那非常感谢大家在工作之余、繁忙之余，听说还有人从台北坐高铁下来，特别听 JJ 的分享哦。那我想先简单介绍一下 JJ 这位很不一样的平凡人，跟我们之前比起来了哈。那他呢，曾经是服务过的大概是有10年的经验，是法律经验的哈，专门帮这将近有1000位的客户，从个人、公司甚至是团体，保护他们的研发权这是他的专利服务将近1000人。那除此之外呢，他拿到了台湾、美国以及中国的专利师，这是不是该掌声鼓励？太强了，对。重点是，这么以我来讲，要考试要工作，他居然还有办法，这10年花将近200万去学如何财富自由。这200万呢，让他在外汇、期货、选择权以及台股、美股都得到一个比自己原本工资收入还要高很多的一个收入。大家期不期待今天演讲啊？好，让我们的掌声欢迎 JJ 洪俊杰。谢谢。好，请问在座有多少人曾经拥有过交易经验的，请举手。谢谢。那还没有拥有过交易经验的人，好，谢谢的情况下，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的交易自由讲座。我是洪俊杰，真的非常感谢各位在这个平日的晚上，你们花费了时间、交通，甚至你们的精力来到这里。那这个场地我们尽可能把它布置得好，但是是由你们才让今天的这个分享会能够成功。所以真的趁在这个分享会开始之前，我想跟各位做一个非常的感谢。好，那在今天的演讲内容里面呢，我们刚会分享的内容就是包含，就是说第一个，就是说如何享受交易自由，并且享受其中。那在这个内容里面，你将会听到就是说，第一个，那如何长期的交易来获利，不论是台湾的股票或者是美国股票。那如此一来，你将可以去确保你最低，你并不会造成你的亏损。那我所谓有句话就是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当我们确保了这个方法是不败的之后，我们就能够自然去保存本金，等待更好的机会。第二个，我们将会分享就是说如何提高胜率。我们既然已经有一个不败的方法，如果我们再能够继续接下来去进一步的提高胜率的话，各位。那这样子，如此一来，你就可以能够更轻松的在交易市场、在股票市场，或是任何的市场赚到你想要的第1桶金，或甚至第2桶金。然后最后我将会分享，就是说如何透过交易，并且享受其中的自由。那所以就让我们一起拥有财富自由，并且享受其中。好，那个在开始之前呢，我可不可以简单的花几分钟的时间跟各位说明一下、报告一下我自己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谢谢。那我呢，这个是我2012年的那个交易绩效。我在2012年3月的时候，我去入金2万块美金，2万块美金相当于新台币60万左右。然后在2013年8月的时候，我总共获利是26000美金。所以这样子经过计算之后呢，就相当于就是说我从2012年的3月到2013年的8月，总共17个月的时间，我让我的金额从2万变成了46500，就投资报酬率相当于是233%。这会是你各位想要的吗？会。谢谢。那第二个，如果是以股票来看的话，刚刚是外汇期货的部分。如果单以美国的股票来看，我从2011年、12年、13年、14年。我没有一个单一年度亏损，而且我保持在10%、10%以上投资报酬率。那特别是行情最好的12年、13年，我分别获得了35%及25%的投资报酬率。然后，所以说，如果以年度的累积金额交易来看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从2011年开始，我的累积的获利金额是呈上有没有60度？是
是呈现60度来上升的状态，所以这会是各位今晚所感兴趣的吗？是。谢谢。但是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，我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所谓的交易天才，我其实是平凡人。你们可以看到，我是从2004年开始交易的，那时候我还在念大学研究所。那其实我之前的交易记录到现在，到2010年为止，其实都是浮载浮沉，一下子好，一下坏，今年赚钱，明年赔钱，后年赚钱，大后年赔钱。那其实我在我的经验里面，我的一直觉得说，我的经验、我的经历就像是一个正弦波的曲线图一样，时好时坏，一下子在谷底，一下子在波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曾经在大学联考的时候，我重考过1年。那时候就是觉得说，那怎么会国立大学全部都没有办法录取？那所以在家人的坚持之下，所以我就决定重考1年。可是重考1年，我非常认真的念书。我在重考的那1年，我就坚持说好，我一定要把握这1年，好好的来做一番事业。所以我当时坚持，我晚上一定要把书念完。所以我每天就念到2点，甚至念到4点。所以我每天就这样子，只睡2个小时到4个小时，坚持了1整年。结果我得到的是什么？我得到的是坐骨神经痛。这是多么严重的程度？它是严重到兵役是免役的。各位有曾经当过兵的，请举手。谢谢。我们除了正常的当兵之外，它还有替代役。替代役接下来就是免役，所以免役就是真的已经就是神经跟骨骼跟肌肉都受到影响。所以我有一个这样子的经历。所以在我大学的我重考完之后，我很顺利就是考上了国立大学电机系。可是我花了4年的时间在复健。那所以我从那段时间开始，我就渐渐在思考说，我除了念书之外，我有没有办法除了念书工作以外多一份收入？因为我觉得我已经这么辛苦的在考试了，可是我得到的是什么？我得到的是一身的病痛跟不舒服跟不愉快。那而且在这种情况下，我要多出很许许多多的时间跟金钱去做复健，所以我一直觉得说我一定需要一点业外收入。所以我在那个时候，我考上了就是那个研究所之后，我就开始跟我学长学股票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唯一学到就是我不会写程式。那所以我不会写程式的情况下，我就想说，那我毕业之后我该怎么进行？所以我毕业之后我就去应征法律事务所。那我那时候是在台北的那个降权智权事务所。那降权智权事务所它是在公馆那一边，它就是因为我的背景是电机工程。那身为电机工程，就是说我会去负责帮客户撰写所谓的专利说明书。专利说明书就是将他们的技术，将他们的一些研发成果转成法律文件的这样子的一份工作，叫做专利工程师。那所以我就进入法律事务所。那后来我就觉得台北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是我想要的，所以我到了高雄。为什么？因为台北的话，各位想想看，台北它是分工非常细、结构非常快的一个社会，所以我再怎么写都只能专注在我自己的领域之上。所以我后来就选择到了高雄。那到了高雄之后，其实我还是继续做专利工程师的职务。那可是我为了让我自己的表现更好，薪水更多，所以我一边半工半读修习法律学问。那可是呢，半年过后，我发现我的薪水还是没有办法增长，而且那时候我的投资也还没赚到钱。这让我怎么办？我学到的经验就是说，要成功，第一个就是要经营什么？经营事业。那经营事业就要学什么？学销售。所以我就决定说，我要在事务所里面转任成为业务。所以那时候，因为那时候我已经修习完法律学分了，那我转任成业务之后，我就是利用我的平日的晚上、周末，我那时候去学习卡内基呀，学习一些如何自我表达，学习一些销售。那所以在那段时间，我也找到了说，那其实读书或者是工作这件事情，它并不是靠努力就可以得到。各位，你同意吗？同意。努力并没有办法让我们保证成功，那只有什么办法才可以呢？聪明的努力，聪明的努力。所以我发现我在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的过程里面呢，我学习了2样东西。各位介不介意我提早跟各位分享一点什么东西？可以。好，谢谢。我的经验是这个样子，如同爬阶梯一样，
我在这一个时间里面，我去学习了销售跟个人成长。可是如同爬阶梯一样，帮助我的业绩成长，帮助我的销售变得更好的是个人成长这一块。相反的，销售的部分它帮助我的是有限的。所以各位可以看到，蓝色的部分是我去学习销售的结果。那我最大的成长是那时候去学了卡内基。我觉得我学了卡内基之后，我变得更能够有那么一点点从内心的跟别人沟通。所以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越来越喜欢去参加许许多多的训练课程，直到现在。好，那可是其实业务它是有一个极限的，就是说到了后期，其实像我去年我已经领导的是一个10个人的业务团队，但是其实业务它是有极限的，意思就是说它需要配合客户的时间，晚上一定要，比如说客户下班之后是6点，那我就要配合客户的时间到7点到8点，去客户那一边。好，那甚至就是周末我们还要特别花时间去处理一些自己的案件。那变成说，就是说，好像觉得跟我一开始所想要的生活不太一样，所以我在2010年的时候，我决定跟公司申请留职停薪。所以那时候5月申请留职停薪，那我就运用我所学到的一些念书方法，我在2个月内，我托福从37到110，各位满分是120了哦。所以这大概是什么？谢谢。对，这个大概就是从一个不会说英文的人，然后。英文满分的。到英文很好，好，所以我那时候很顺利的申请到排名全5的智慧财产权法律学院，在美国的东北。那这个决定，凭良心讲，真的改变了我的一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从那个之后，我就开始去参加，譬如说有钱人想的和你不一样的课程。我是在美国参加的，那时候我参加了3次，因为第一次去我发现他讲好快，所以我还是听不懂。那怎么办呢？我参加第2次，好，第2次总算听懂了。可是这个课程它是需要跟别人互动的，它是需要什么互动？所以我后来又参加了第3次，我终于会说了，就像3次。那这一位他们现任那个 MMI 就是有钱人想的很不一样，整个世界这个集团的一个执行长，因为他怀克退休了。好，请问各位有多少人看过《有钱人想的和你不一样》这本书？哇，谢谢情况下，真的非常感谢，真的是个很棒的书，对不对？是。好，谢谢。然后从此之后，我就开始踏上我的学习之旅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我就首先报名的就是股票交易。所以这是我跑去那个洛杉矶。那很巧的是，这个是我的那个游泳队的学长。那时候就是他坐在我前面2排的位置。他说：“哎，奇怪，中央游泳队。”我说：“学长好。”他说：“哎，学弟怎么在这里？”就是这么巧的一件事情。我们只知道他毕业之后跑去了美国，可是我不知道他那么巧会跟我报名同一个课程。就这样子，这是我跟他的合照。哇，那真的很巧。那所以后来我们也到了，就是像拉斯维加斯，然后也到了新加坡。那这位是我太太，我们到新加坡一起学习股票，就这样子。然后甚至我们也到了这个是意大利米兰，到意大利米兰，这个是一个6000人的场地，可以想象，你后面有6个翻译，波兰文、法文、德文、意大利文，还有什么？还有西班牙文，然后还有一个语言我忘记是什么，好像也是很常用在欧洲的语言，就像6个语言的翻译，6000人的场地在波兰，我想说，哇塞，原来走出台湾，世界是这么的大，然后所以就很感动。然后接着我就继续参加了，就是有些人想的和你不一样里面的一个包装的课程，它叫量子课程。什么课程？量子课程。对，在量子课程里面呢，我就接触到这个影响我非常大的一个老师，因为这个老师他强调的就是这个东西，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。他强调的就是说，个人成长应该要优先于商业技巧，因为只有当我们，因为各位可以想象，各位有没有见过杯子？有见过杯子吧？杯子是拿来装水的容器。